1950年，丹麦日德兰半岛的泥炭沼泽里挖出了一具尸体，他的保存状态好得出奇，他脸上挂着平静的微笑，像睡着一样。发现的人还以为这是哪桩现代谋杀案的受害者，脖子上却套着一条麻绳，勒得死紧。这具躺了2400年的睡美人，连细节都留得一清二楚，却也抛出一个疑问：这到底是献祭仪式，还是无情的谋杀？欢迎回到暗史档案，我们专门探索那些被课本跳过、被时间遗忘的故事。今天要说的叫泥沼木乃伊。这名在沼泽中被发现的男子，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图伦男子。他皮肤完好，五官清晰，连胡渣都还看得见，仿佛只是昨天才躺下。考古学家甚至透过他的胃内容物，判断出他死前最后一餐吃的是什么。泥炭沼泽为何能让时间凝固，创造出如此特殊的景象？这是因为沼泽里的水有着独特的化学成分，它强酸、低温，而且严重缺氧，这些条件共同阻止了细菌和真菌的生长。在这种环境下，尸体的表皮会慢慢黑化，而内脏和皮肤却能完好的保存下来。沼泽里的单宁酸就像是一种天然的防腐剂，把遗体变成了一种特殊的鞣质皮革。这和古埃及那种人工制作的木乃伊完全不同，泥沼木乃伊是自然形成的特殊现象。这种环境也有它的副作用，沼泽的酸性会慢慢溶解掉骨骼中的磷酸钙，所以这些保存完好的泥沼木乃伊骨头往往非常脆弱，有些甚至完全消失。它们的保存程度差异很大，有些只剩下骨架，有些却像图伦男子这样几乎完好无损。现在已知最古老的泥沼木乃伊是西元2011年在爱尔兰发现的卡舍尔人，年代可以追溯到西元前2000年。但一旦这些遗体离开沼泽，接触到正常的空气，它们就会迅速分解、腐烂。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早期发现的泥沼木乃伊都没能被妥善保存。早在西元1640年，德国荷斯坦地区就有人发现过泥沼木乃伊，但当时的人们多半会为这些古老的遗体举行基督教葬礼，让他们重归尘土。直到19世纪，学者们才开始意识到他们的考古价值，重新将一些安葬的遗体挖出并送入博物馆。到了20世纪初，现代考古学兴起，人们才开始有意识地挖掘和研究这些珍贵的遗产。在北欧铁器时代，泥炭沼泽覆盖了比现在更大的区域，是当时生活的一部分。这些沼泽成了时间的胶囊，凝固了数千年前的生命片段。它们是解读北欧铁器时代秘密的关键。图伦男子被发现2年后，1952年，丹麦的另一个泥炭沼泽里又有了新的发现。这次是一具更为完整的遗体，被命名为格劳巴勒人。他被发现时，脖子上有着深深的割痕，身体也呈现一种扭曲的姿态。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头骨，上面有着严重的碎裂，似乎是遭受了猛烈的撞击。这些伤痕很快就被解释成残酷的酷刑证据。当时的考古学家，尤其是 P.V. Glob 等权威学者，普遍认为这些泥沼木乃伊是铁器时代人祭的牺牲品。他们推测，这些人被献给了掌管生育和好运的神灵。格劳巴勒人头骨的碎裂，在当时被视为一种严重的暴力死亡证明，无疑强化了这种献祭理论。大家总会想象，古人在幽暗的沼泽边进行着血腥残酷的仪式。他们把活生生的人用各种酷刑折磨致死，再丢进沼泽里。这些强烈的想象迅速占据了公众的视野，塑造了我们对北欧铁器时代的最初印象。许多博物馆的展览也以此为基调，将泥沼木乃伊描绘成古老暴力的牺牲者。随着时间推移，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开始对这些早期判断提出质疑，特别是法医学，它能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重新审视这些古老的犯罪现场。它寻找被忽视的线索，
丹麦的科学家对格劳巴勒人进行了电脑断层扫描，也就是 CT 扫描。他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真相：格劳巴勒人头骨上的碎裂并不是死前遭受重击造成的，而是死后在沼泽中形成的。这些损伤其实是尸体在沼泽中沉睡了近2000年后，受到巨大外部压力挤压的结果。沼泽深处的泥炭有着巨大的重量和密度，尸体长时间被埋在其中，骨骼会因为这种持续的压力而变形、碎裂，甚至看似是致命的创伤。这彻底挑战了我们对这些受害者形象的直观想象。那些曾被误认为是酷刑的骨折和颅骨碎裂，许多其实都是死后自然作用的痕迹。沼泽的酸性环境能保存软组织，骨骼中的矿物质却会流失，使它们变得异常脆弱。这使得它们更容易在泥炭的压力下受损，产生看似暴力的骨折。例如，在德国发现的大沼地女孩，她的头骨也曾被认为有严重损伤，但后来被证明是沼泽压力的结果。另一个例子是伊德女孩，她头部一侧的头发被剪得很短，这曾让人猜测是不是某种仪式性的修剪，或是遭受了某种奇特的侮辱。仔细分析后发现，这可能是因为头部的一侧长时间暴露在氧气中，导致头发分解，而另一侧则被泥炭紧密包裹，得以保存。连看起来最不寻常的细节背后都有科学又平淡的解释。现代法医学的证据彻底推翻了泥沼木乃伊的伤痕都来自残忍酷刑这个旧有认知。它告诉我们，大自然的力道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隐蔽，也更为强大。它能塑造出与人为暴力相似的痕迹。这不代表所有的死亡都是自然意外，或仅仅是环境作用。因为有些证据是沼泽环境无法伪造也无法解释的。比如图伦男子，他脖子上那条至今仍套着的麻绳，那条绳子明白地指向了绞杀，而非窒息意外。荷兰发现的伊德女孩脖子上也留着勒死的绳索，锐器创伤痕迹也清晰可见。这些清楚的勒痕和伤口显示出她们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处决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泥沼木乃伊被发现时都保持着特定的姿势，而非随意倒卧。有些尸体上方还会被压上树枝、木棍，甚至是沉重的石头。有时这些木棍会摆成十字形，有时则是分叉的树枝被深深插入泥炭中，将尸体牢牢固定住，仿佛要将它们永远钉在原地。考古学家 P.V. Glove 就曾推测，这种固定尸体的做法或许代表着一种古老的愿望。古人可能希望将死者永远地钉在沼泽里，让他们的灵魂无法离开，或是无法回到人间作祟。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他的著作《日耳曼尼亚志》中也明确提到过日耳曼部落的一种惩罚性处决，被判罪的人会被木栅钉在沼泽中直到死亡。这和我们看到的固定尸体的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清晰的证据都指向了预谋的仪式性处决。在铁器时代的人们眼中，沼泽不仅仅是泥泞的洼地，这地方充满神秘力量，是神灵住的场所，也是通往彼岸世界的交界。他们会把青铜或黄金的颈环、腕环等珍贵祭品投入沼泽献给比氏，以求神灵的庇佑。而这些被精心固定在沼泽中的人，很可能也是献给神灵的祭品，是人祭的牺牲。这揭示了铁器时代北欧人对沼泽的敬畏与信仰。他们相信这些牺牲能与神灵沟通，他们祈求部落丰收、生育和好运，甚至平息自然的怒火。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认为所有的泥沼木乃伊都只是沼泽压力或简单处决的结果，因为在一些泥沼木乃伊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比沼泽压力更为复杂、更具仪式感的暴力痕迹。2003年，爱尔兰奥法利郡发现的古克罗坎人就是其中一个特别的例子。他的遗体显示出被反复刺伤的证据，甚至可能在死前就被穿刺。
乳头下方有深深的切口，上臂可能被穿孔，用绳索紧紧束缚，以限制它的行动。而它最后竟然是被残忍地切成2半，这显然不是沼泽能造成的自然损伤。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遭受如此非人的对待？答案或许藏在更深层次的文化信仰里。古克罗坎人的指甲修剪整齐，头发蛋白质测试显示他生前营养良好，这表明他很可能不是奴隶，甚至可能是一位地位较高的上层阶级成员。为何这样的人会成为仪式牺牲品？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曾记载，凯尔特人会对人祭的内脏进行占卜，以预测未来。而在荷兰北部发现的维尔丁厄男子，他的内脏就被部分从切口中取出，这似乎印证了古代占卜仪式的存在。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也提过，日耳曼部落会把清洗女神涅尔图斯神像的奴隶当作仪式溺死，这把人祭跟神灵信仰绑得更紧了。这些被投入沼泽的死者身上有时会带着一些衣物，特别是头饰。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赤裸的，这可能也暗示着一种仪式性的剥离，将他们从世俗的身份中抽离，献给神灵。许多铁器时代的泥沼木乃伊都具有相似的处置方式，这表明当时存在一种已知且复杂的文化传统，以特定方式杀害并放置这些人。泥沼木乃伊的故事远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复杂，它不是简单的谋杀案，也不是纯粹的自然作用，更不是单一的陷阱。这些沉睡千年的遗体是铁器时代人们对神灵、对死亡、对命运最深沉的叩问。他们的牺牲或许是为了部落丰收，或许是为了预测未来，又或许是为了平息神灵怒火，甚至是维护社会秩序。无论动机为何，这些泥沼木乃伊都揭示了一个我们仍在探索、充满敬畏与严峻的古老世界观。我们运用现代法医与考古技术重新审视并解开了许多谜团。关于这些古老仪式的确切目的与意义，仍有无尽的疑问，他们等待未来的发现来解答。我们用现代法医和考古技术重新审视了这些北欧铁器时代的泥沼木乃伊，我们发现那些曾被误认为酷刑的伤痕，许多其实是沼泽环境造成的。同时，勒绳与固定尸体的痕迹又明确指向了有预谋的仪式性处决，这让我们看见这些沉睡千年的遗体不仅是古老的牺牲品，更是那个时代人们信仰与恐惧的具体载体。他们不是简单的遇害者，而是活生生的信仰证明。他们的故事到现在还埋在泥沼深处，藏着没人知道的秘密。如果你也对这些历史深处的谜团感兴趣，请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次探索的历史真相。